欢迎您来到心灵咒语我的频道，我是星际律师和正品医师王丽慧。我们跟各位介绍到了旧金山的市政府，他们想要整顿市容，所以要驱赶街友。但是法官的判决一下来呢，发现不行哦，如果你在收容床位不够的情况之下呢，这些街友我们称为是非自愿性的街友哦，他是没有地方可以去，你不得驱赶。除非你已经给他安排了收容床位，可是他却因为自己的缘故不愿意去，那这一种是自愿要当游民的，你这一种你才能够驱赶。在这样的一个法律的一个判决之下，旧金山到底需要承受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我们发现加州啊，它是一个气候非常好的一个州，所以呢，全美国大概有1/3的游民啊、街友啊，或是游民呢，都是住在加州，特别是住在加州的大城市，因为这一边的话呢，人口众多，生活机能比较好。他们可以呢去要到吃的和要到用的这个机会比较大，所以像是旧金山、洛杉矶、圣地亚哥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加州的大城市啊，他们在比较市中心的街道呢，其实是被很多的街友用帐篷占据的，因为呢街友就直接住在那里。那你知道，如果是住帐篷的话，应该就没有正式的一个卫浴设备，或者是说那个卫生间，所以呢，在这个集散地啊，露营集散地这里就会发现呢，随处便溺的情形很多，所以是遍地污物哦，就非常的影响市容啊。那上一周我们也讲到过，就是如果您周围发生这样的情况，您应该也想搬家了吧？所以呢，渐渐的就造成了这整个经济的下滑。在2021年的时候呢，美国一个连锁的一个药局啊，药妆店叫做 Walgreens， 它在2021年直接关掉了5家在旧金山的一个连锁店。然后再到今年6月的时候呢，又有另外一个叫 Westfield Mall， 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购物中心嘛。然后这个的话呢，它也直接就是宣布它要抽走它所有在旧金山的生意。那到今年8月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百货公司叫 Nordstrom， 它呢也宣布啊，它要把它在旧金山的旗舰店呢直接放弃掉，它要放弃掉它在这里35年的经营。那你看到这样大型的商家都渐渐的退出了旧金山的市中心。加州州长 Newsom 呢，他本身就是出生于旧金山市长，所以他对旧金山是非常有感情的哦。所以这一次这样的影响呢，他也出来喊话非常多次，就是他对于这个旧金山的经济状况真的非常的忧心啊，很想好好整顿游民的状况。那加州也并不是对于游民呢只有驱赶而没有救济，事实上呢，他们耗费了1年大概有18亿5千万以上美元的经费呢，在处理街友的问题。那相当于呢，每一个街友呢可以用掉加州的经费呢1万多美元。那他也曾经在去年的时候呢，开发出了5万个收容的床位哦，来短期的收纳这些游民啊。那另外他又用这个新冠救济基金呢，买下了13000多个公寓啊，就是旅馆的房间啊，把它转成是长期要收容街友的一个公寓。那可能就是他那边有一些比较小的旅馆，或者比较空置的旅馆啊，13000个房间，他要把它转成长期收纳。刚听你感觉好像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了，可是我要告诉各位的是呢，旧金山的街友可以到达17万多，而且恐怕还比这个估计的数字还更多，因为可能还在不断的涌入。所以刚刚讲的那个，不管是短期居留的5万个床位，或者是长期居留的13000多个公寓，都是不够用的。那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大型的商家退出旧金山之外呢，在旧金山有一个很有名的景点叫做联合广场。那它的特色就是它的周围呢全部都是5星级大饭店，其中最大的一间呢就是希尔顿，它有1921个房间哦，它容纳量非常的大，它是旧金山第1大嘛。那另外还有一个叫做 Park 55， 这个是旧金山第4大，它也可以容纳呢1264个哦，它有这么多个房间这样。那他们相继都在今年呢宣布，他们不要再对这2个这个大饭店的这个建筑物呢付贷款，意思就是要放弃掉了啊，不管是要谁来买啊，或者是拍卖掉，他们都不想管了，因为他们非常审慎的评估之后，他们发现虽然疫情已经结束了，但是呢，在未来的4年之内，一直到2027年呢，旧金山都没有办法复苏，因为他们收到的这个大型会议的预约单呢，整整比疫情之前掉了40%。那我们知道大型会议的话，我们都会提早好几年去订这种很大的这种
大饭店跟大会议厅嘛，所以他们可以预估在将来的4年呢，景气都不会回来，订购率跟预约率下降40%，不就掉了快要整整一半了吗？所以他们觉得真的是入不敷出啊，就决定把生意抽走了。这样，那我们现在跟各位讲到了，就是因为这个游民没有办法彻底的整顿，而造成这个经济上呢遭受这么大的一个重创。我们同时也回过来看，就是呢上周跟各位介绍的这个 Martin v. City of Boise 2018的这个一样是美国联邦第9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就是一个叫 Martin 的一个原告，他应该是一个行动不便的一个黑人他叫做 Robert Martin， 他去告了这个爱德华州的一个城市叫做博伊西市。弱势的一个街友，他就是犯了 Boise 城市的一个自治条例，因为呢他在 shelter 就是避难所的附近呢休息啊，然后占据了公共场所的空间那这个当时呢在2009年的时候是不被这个城市许可的，所以城市就直接判他有罪，而且就是刑事罪了。那他就觉得这个是违反了他们美国宪法的第8修正案，他觉得这样的处罚是过度的，而且是残酷的因为是一个街友的身份，然后我占据了一些空间，公共空间或是公共场所来休息了一下，结果就被当成是一个刑事罪犯。我们会用到这么重的这个刑事罪来施加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就协同了另外9位的街友一起去告市政府。那我们当然觉得这弱势的街友通常就是忍气吞声，而且是好像比较容易被欺负的那一群，可是你看人家他是多么的有勇气，他决定就像圣经里面讲的大卫打倒歌利亚，大卫是一个15岁很幼小很单薄的一个少年，然后歌利亚是一个大巨人，没想到呢大卫敢去挑战歌利亚了。同样在这个案件里面的话，还真的他就挑战成功，所以后来呢法官是判 Robert Martin 他是胜诉的，他认为呢市政府不可以在没有足够的收容所的情况之下呢去把这些游民定罪成为是刑事罪犯，这个是太超过了啦。那我们来看一下 Harvard Law Review 这个期刊，它是哈佛法学院里面的一个刊物他们就提到说为什么这个案子呢它重要性为什么如此的大。因为呢，他呢从这个2018年判下来之后市政府呢就不能够再随意的把居民把他驱逐。我们讲说驱赶就是说你不要在这里休息走开走开，快走吧这样。那但是你从这个点被赶到另外一个点的时候呢，他还可以在另外一个点再继续赶你说你不可以在这里那赶到后来会怎么样呢？赶到后来就是直接把你赶成这个城市的一个领域，赶出去之后不要让你在这里做市民。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在这里城市里面的话，你就会瓜分到这个城市的经费，瓜分到这个城市的预算，瓜分到这个城市的福利。所以在 Harvard Law Review 这里面他们的讨论呢，就是认为说呢，这个案件最大的影响性就是呢，让城市必须要接纳这些街友成为他们的公众之一，然后如果你有什么福利，你有什么预算，你有什么样的活动的话，你必须要同时的也把这些人考虑进去，顾及进去，而不能够用驱赶的方法，想尽办法就是把他踢出你自己的一个领地之外。根据 Harvard Law Review 这样的评论，第9巡回上诉法院的想法就是，游民如果在旧金山或者是游民在波伊斯这个城市，他都要能够同时的被当成是市民一样的对待和照顾。相较之下，我们来看到在2017年的时候，中国大陆的北京曾经发生过一起驱逐低端人口的事件。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因着一场大火烧出了这个违章建筑的安全性，于是他以此为理由展开了连续40天非常强硬而且非常激烈的驱逐低端人口的事件，清除了总共25000处有安全隐患的住宅。那么这些北漂打工仔呢，就是住在这些有安全隐患的地区，那么清除掉之后他们就无处可住。那这就是呢蔡奇讲，因为呢北京是一个缺水的城市，我们必须要控制我们的市民的人口数目，我们不能够接纳这么多的这些低端人口在北京市，瓜分掉我们的福利以及我们的能源以及我们的资源，也就是说北京的量能不足以承受这么多的人。那看到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呢，中国大陆在人权上面的想法跟美国的第9巡回上诉法院的想法就是截然不同的。
那在这个市政府的经营的话，它执行的自治条例是代表民意嘛？因为呢，我们不是选出了4亿元来立法嘛，立这个所谓的城市自治法嘛？那到底能不能够说法官一句话呢，就把这个自治条例啊，就是代表民意的这个地方自治原则把它打翻呢？因为呢，司法权、立法权、行政权3权应该要平等嘛，谁也不能盖在谁之上啊。而且呢，这个民意代表他们立法代表的是民意，那你法官代表的是谁？但是呢，这个案件里面的联邦第9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呢，他就是很强力的认为，就说呢，司法一定要在最重要的时候站出来啊，绝对不能够容纳那个民意代表只代表大多数人的声音，而压制了那些少数的人和弱势的人声音。所以司法呢要出来巩固这些弱势的人，帮助他们，让他们的声音呢也被听见。所以呢，民意是一回事，可是弱势的人也有他的平等权，也有他的人权，也有他的权利啊。不过呢，我们再回到我们前面提到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也许弱势是被保护了，但是呢，我们看一看是不是整个市容的状况呢就很糟，然后这个整个旧金山市中心的这个经济状况也很糟。怎么样可以在这两者之间取得一个好的平衡呢？非常的考验当局者的智慧，同时也考验到一般民众的包容性，同时也考虑到这些游民或者是街友他们的生存权，怎么样的情况是可以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如果我们借鉴一下美国德州的做法的话呢，他们是尽量的设置长期的居留公寓，甚至是盖给他们住。他们比较不是用短期收容的方法，因为这样的话呢，街友并没有真正的得到安置，他可能不惯的话又出去外面又住到马路上去搭帐篷去了。所以德州的做法是这样。德州呢，它也确实有对于街友的照顾上面呢，他们有一些优势，就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消费也比较便宜，然后他们的地价房价也都比较便宜，然后他们盖房子的申请的手续也比较便利。这个跟旧金山样样都很贵啊，这个东西是非常难以相比的。所以旧金山是因为呢，它的这个物价，然后房价节节高涨，然后越来越多的人就负担不起房子，渐渐的就变成了游民，又加上外州来的四面八方的游民，所以旧金山它造成这样的情况。那怎么样可以在一个良好的经济状况之下，适当的把这个社会福利做好，但是呢，也去限制不要再越来越多的游民进来了所以这个是联邦跟联邦之间跨州要去彼此协调跟合作的。谢谢各位。